家里的味道。如果你问一个北京人，哎，请问到哪里去吃老北京炸酱面最正宗？那他八成是会这么回答：去哪儿吃啊？哪儿都没有我们家正宗。哎，要不然这么着，你到我们家去吃得了。所以呢，你要是想到一个老北京家里去吃饭啊，你不用直说，你就问他那炸酱面哪儿吃就行了。就算是在老北京，各家都有各家的炸酱的做法，每一家都觉得他们家那炸酱是最好吃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教给大家的是我的老北京炸酱的做法。对于一个老北京人来说呀，乡愁就是一碗老北京炸酱面。第一步呢，咱们先卸酱。你们知道卸字怎么写吗？就这么写。卸呢，其实就是想把酱给它稀释一下。先看看我提前准备的好东西，1斤到1斤半的黄酒，然后放一些花椒和香叶，提前把它泡好，至少泡2个小时。哇，闻到了吗？香味已经出来了啊！这个老北京炸酱一般是用北京干黄酱，再配点甜面酱什么的。我呢是喜欢用东北大酱，差不多有个500克左右，甜面酱差不多有个250克。第3种酱，豆瓣酱，注意啊，不是那个郫县豆瓣酱。郫县豆瓣酱是红的辣的，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豆瓣酱，能够看出那个豆瓣，哎，棕色的。这个也大概有个250克，也就是3种酱啊，比例上是2比1比1。咱们今天准备2斤酱1000克，好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这3种酱就备齐了。但是呢，不同牌子的酱啊，它的品质口味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那么我常用的这些呢，我是试了很多种才最后选定的。咱们视频呢就不能做广告了。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牌子的酱好吃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稀释这个酱哈，把这个料酒呢倒进这个酱里。哇，好香啊！酱和酒的香气现在已经混合起来，能闻到了。那下面用勺子呢，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。当然呢，现在这个酱呢，经过稀释以后啊，这个观感反正有那么点奇特啊，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东西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，我们就把酱就卸完了。好，这一步比较简单啊，就是切葱切姜。我们选这个大葱啊，一定要多啊，至少我觉得得2、3颗。葱叶儿一定要去掉，只用葱白，因为葱叶儿放在那个酱里会焖出臭味来。这个环节唯一需要您的就是耐心，一点一点的把它切完。好，咱们的葱切完了，给大家看看有多少。要想香，多放姜，所以我们这姜呢，差不多也得有个100克啊。切薄片，然后改丝，最后成末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处理五花肉了啊。2斤酱，您大概配个1斤半的五花肉就行了。很多咱们炸酱的呢，一般切肉的时候呢，是喜欢把肉皮给它去掉。我呢是保留的，我觉得带肉皮的更香一点。那咱们就看看这个五花肉怎么去处理。主要呢就是把它切成1厘米见方的这种骰子丁儿。咱们这一片先做个示范，竖着改刀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肥瘦的部分啊，大致的给它分一分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分别下锅。这么切确实是麻烦一点，但是出来的酱好吃。好了，这个肉就切完了。啊，肥的瘦的我们都把它分开了，一会儿分开下锅啊，有个先后。现在我们开始炸酱了啊，热锅啊，放凉油，咱们这个油一定要宽一点啊。这是我自己炼的料油，至于它怎么做呢，后面也会拍视频告诉大家。做很多菜，包括和馅都能用得上。这个油差不多5成热的时候，把刚才切的肥肉丁给它放进去，中小火煸，慢慢的让肉里的一些油脂也析出来。好，别着急。这个就得慢慢煸，中间放一粒大料啊。炸酱就是一个功夫菜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肥肉丁已经逐渐的变小了，下面我们就把刚才的瘦肉弄进去。这个瘦肉如果和肥肉要是一块放进去的话，它到最后就干了啊，你吃的时候会口感非常不好。那肉差不多表面快熟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姜末啊全部的放进去，然后第一步放葱。1大碗葱啊，我们放进去1/3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放酱，这一大盆呐，观感上不是特别好的那个东西啊，我们就要把它现在倒进去了。哎，敲锣打鼓，做菜也得有点仪式感。我们酱倒进去之后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一刻不停的去搅拌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力气活啊。
千万不能停，停了以后就很容易发锅。这个熬制的过程非常重要，会让酱里的一些不好的气味，比如说豆腥味啊，挥发出去，然后也会激发酱本身的它的香味儿。一般我炸酱的时候呢，盐、老抽、生抽这些就都不用再放了，就是纯酱的味道就可以。好，现在冒泡冒的比较厉害了，我们就要把火稍微再关小一点。下一个环节之前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咱们刚才这个葱啊，我们要再放进去1/3，在熬酱的中途再放一遍葱。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酱啊，比刚才已经稠很多了，是吧？油汪汪的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酱倒到了一个珐琅锅里面，然后放到了烤箱里，160度，大概40到50分钟，把它焗熟。这是我发明了一种新的方式，就省得后面我再不停的搅它，然后溅的哪儿都是了。所以说，这是一种既卫生又效率高的方法。大家看那个酱上面的油要没过表面0.5到1公分的厚度，把酱完全封住。这样的话，酱就可以隔绝空气，它的香气不会散发掉，可以长期保存。那如果您不想吃这么多油，很简单，吃的时候把油蒯掉就可以了。但是油一定不要少。今天做的酱油的量是刚刚好，非常棒。面来了，咱们这面条不过水，直接拌炸酱，这叫做锅条。现在到冬天了，直接吃锅条的炸酱面，口感是最好的。咱们再看看面码啊，今天准备了青蒜，这是芹菜粒、黄瓜丝，这是绿豆芽儿、萝卜。好，咱不说那么多了，赶紧招呼吧。这炸酱面没什么可说的，这就是家里的味道。好菜费饭，好面费蒜。后边还有一句不能说了。其实这个炸酱啊，大家每次多炸一点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。吃的时候呢，最好是用蒸锅把它烹热。如果用微波炉的话呢，差点意思。除了吃面之外，您还可以拿它，比如做一些炖菜啊、烩菜啊，放里面一点，或者说蘸什么生黄瓜、大葱，都可以用炸酱，用途很多啊，不一定只能是吃老北京炸酱面。太香了！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